再狠一点，就是你心再大一点，就是上一个20千瓦的桩，给未来呢就是留一点余量。毕竟现在未来不是150度的电池也出来了吗？那你就充分利用晚上10个小时补电的时间，那么每天150度电这个反向换电，这个利差可以达到惊人的100块钱啊，这真的是很夸张啊。后面这个200度的电池也来了，以后300度电池也来了，那你这个想象空间有多少大，对不对 ？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啊，这里是柯洁城。5月份的时候呢，我做了一个视频啊，就是关于这个 V2G 和反向换电的视频。当时做这个视频的主要目的呢，就是想和大家来阐述一下，就是对于这个换电模式来说，不仅是在补能的时候效率快，实际上呢是在这个反补电网的时候啊，效率同样也是快。所以我当时就想，索性再给大家做的更深入一点，做的呢再更具有这个启发性一点，就是这个6月份坚持1个月反向换电，我想看看究竟最后能赚多少钱。那我就不卖关子了，就是直接公布这1个月的结果。这个月我反正每天晚上尽量就是回家就插枪充电，然后第2天晚上回家的路上顺路的会去尽量反向换电一下。今天是6月8号，我又过来反向换电一下，正好晚上回家嘛。现在是7点半，还有78%的电。刚才小哥跟我说有个13%的电嘛，那差不多一来一去呢，可以反向50度电。但是好巧不巧，杭州6月份的雨实在是太大了，有些时候我真的有点懒，就大家稍微理解一下。所以我最后呢，就是完成了这个15次的反向换电。目前未来给的这个反向换电的积分奖励呢，就是1度电给11积分，就下午2点之后。所以我最后呢，就是一共获得了这个10485的积分。反正我这表格呢都放这儿了。如果积分汇率呢，按照现在这个 0.82 来算的话，我差不多就折合860块钱了。然后今天这个国家电网也把上个月的账单发给我了，差不多呢就是380块钱。所以这个月我差不多呢就通过这个反向换电啊，就实实在在的我就获得了480块钱左右的这个纯收入。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 bus 的租金啊，每个月是700多，对不对？所以算下来等于我这个月租金也就掏了200块钱。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发布最新的 bus 这个政策。就是为什么我要把这个结果先放在这里呢？因为我做视频呢，还有个重要的目的啊，就是希望大家一定要建立一个认知啊，就是很多东西我们能看到的，实际上已经是结果了。但是为了促成这个结果的发生啊，是因为背后有很多强理性和这种强逻辑性的原因导致的。当我们看明白了很多原因之后啊，那么这个结果呢，就是水到渠成的。而且我也很明确和大家说啊，就是去年我购买这辆 ES6 的时候，已经把这个反向换电就是当做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考虑进去了。因为我自己过去开小鹏的时候，那个电池想通过这个 V2G 来赚钱，就是天方夜谭的。因为这个充电效率太慢，而且当时那个电池的容量呢也很低。所以如果真的就是你每天下班路上回家去反向换电一下，因为我这个月只有15次嘛，就只掏了200块钱。如果你是完整的30次呢，你反而还能多赚200块钱，对不对？不知道这个结果大家满意不满意？估计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会好奇啊，这个 V2G 和这个反向换电究竟是个噱头呢，还是真的是有什么前景或者有蓝图的？那根据这个去年12月发改委联合4部门发布的这个关于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关于加强这个新能源汽车与电网融合互动的实施意见上，我们明确看到就是国家说了，希望新能源汽车呢就通过充换电设施与供电网络相结合，构建这个新能源汽车与供电网络的双向互动体系，发挥动力电池作为这个可控复合或者这个移动储能的潜能，为这个新型电力系统高效经济运行啊提供重要支撑。我给大家就是一定要说明这个2个关键词啊，就是一个是高效，一个是经济，要为这个新型电力系统就是高效和经济运行提供这个重要的支撑。而且好巧不巧的，今年5月23号，这国务院印发的2024年到2025年节能减碳行动方案的通知中啊，第2个重点任务中，它又明确提到了，为了这个提升非化石能源消费，要加快配电网改造，提升这个分布式新能源的承载力。注意啊，关键词啊，提升分布式新能源的承载力，积极发展抽水蓄能、新型储能。后面重点来了，大力发展微电网、虚拟电厂、车网互动等新技术模式。所以国家什么意思呢？结合目前未来在换电站上的坚持啊，又结合我这个1个月的反向换电带来的收益，所以大家自己去想象嘛，就是当然国家电网而且已经提前不再铺设 V2G 的桩了，我上次也拍过。不过这个放电功率呢实在是太低了，就是不超过这20千瓦，就很好算，就我们现在75度的电池，你20千瓦全部放空，你也要3个多小时啊，大家这个时间肯定是担当不起，对不对？
那我们来说这个第三个，就是国家转型可再生资源这种紧迫性和局限性啊。目前国家对于摆脱这个化石能源啊，就是构建这种可再生资源为主要能源的紧迫性，这不是简单就是说这个碳达峰、碳中和这种政治目标而已啊，而是咱们国家这个资源禀赋的现状就是多煤少油缺气的。那我们作为这个东大，那不会允许自身的这个国家能源安全啊，就寄托于这个外来的几个产油大国，还有天然气大国，对不对？那问题恰恰就在这里啊，就是如果我们要代替这个化石能源，就是要提升这个可再生资源为主要来源，就是这个风电和光电。但是它们的特点就是这个间歇性和不稳定性实在是太高了，所以需要这个很强的储能做配套。我看昨天杭州发布正好就上了一个项目，就是建了一个杭州最大的充电宝，占地面积近2万平方米，投资呢在2.6个亿左右，总储容量呢达到160兆瓦时，就是目前杭州地区单体容量最大的储能电站了。然后前2天我看那个5亿发布也是说了这么一个事儿，就是落成了一个总投资8个亿的这个充电宝，装机规模呢到达了400兆瓦时。所以大家去结合我前面说的这2套文件，应该不难看出，实际上国家和政府已经在马不停蹄的在落实这些事情了。所以我们再回头再看一下，就是22年未来能源副总裁就是沈博士在22年发的那个帖子，就每一个换电站都是一个虚拟电厂。这里面是说到，就是换电站完全有能力主动出击反哺电网。在22年的那个夏天，南方异常高温，居民的这个生产生活用电非常紧张。大家都应该知道，就当时高温不是连续40度的高温多少天，所有的电量都尽量供给这个江浙沪的生产用电，对不对？但是在成都地区有15座这个换电站，就通过这薛峰填谷，累计调节电力负荷有8兆瓦时啊，就相当于为这3000户家庭省出了实际用电量。所以大家去看一下，就15座的换电站就对应3000户，这实际上是相当可观了。再看一下目前这个现在已经有2400多座换电站，到年底呢有3300多座换电站，所以大家自己去算这后续的空间有多少大。还有一个就是今年年初蔚来和隆基达成这个合作协议之后，沈博又发了一个帖子，里面说到这个电动车和换电站它就是这个分布式的储能，边际成本极低，道理也很简单，因为灵活嘛，完全就是面向市场，比起动辄过去建一个抽水蓄能电站就好几十亿的投资，对不对？这个性价比真的是拉满了。所以我说就是大方向呢已经摆明在这里了。储能站呢作为这个提高可再生资源能源供给的关键一环啊，就是很多地方已经在快马加鞭，已经在做这个储能站了。而且恰恰呢就是换电站它其中有一个功能啊，它就是这个储能，对不对？而且换电站这个能辐射周边众多的可换电的车子，所以大家真的很容易能看出未来推这个换电模式真的是一个一举多得的大好事儿。所以我们再一次回头去看一下，就我前面说这2个文件，我再给大家读一遍，就文件真的是多研究，没有任何的毛病。希望新能源汽车通过充换电设施与供电网络相连，构建新能源汽车与供电网络的双向互动体系，发挥动力电池作为这个可控负荷或者移动储能的潜能，为新型电力系统高效经济运行提供重要支撑。刚才我也说了，要高效，要经济，要加快这个配电网改造，提升分布式新能源承载力，分布式积极发展新型储能，大力发展，再强调一点，微电网、虚拟电厂、车网互动等新技术、新模式。所以都说到这里了，聪明人应该明白买电车要买什么类型的电车，对不对？这个已经说得很明白了。那我这个前面说的天花乱坠啊，那为什么蔚来到现在还没有全面放开这个反向换电的这个选项呢？上次反向换电的视频我发出来之后，很多人也是在那问，是不是我接受了蔚来的定向邀请才可以反向换电？我在这里啊，就是和大家明确说啊，就是反向换电呢是人人都可以的，就是目前就是有点限制，就是在2代站才行，没有说什么照顾博主这种特殊性啊。而且 Nomi 也说了，它就是支持的，流程呢是和正常换电是一样的，导航到换电站自动下单。唯一的区别就是只需要和换电站的工作人员稍微提前沟通一下，让他把原本分配给你那块满电的电池换成一块空的电池，说白就是发一个微信的事儿嘛，非常的方便快捷。就我上次也和大家说了，就是最完美的节奏是什么？就是晚上补电的时候你去换一块满电的电池，然后上班封电的时候你去反向换电掉，中午补电的时候你又去把这个电池给装满，晚上下班的时候你又去把它放空，一天2次嘛，一次利差可能在30到40，那差不多一个月就是1800、2000的这种收益，这真的是很容易实现的，而且就是在可预见的未来。那可能有人要说，就是你们未来车主还差这点钱吗？那我想跟大家说啊，我未来车子有这个反向换电3分钟搞定这个 option， 我干嘛不要呢？别的不能换电的车子它就是没有这个 option，
为什么我要跟自己过意不去呢？然后大家可能还说，那你们未来车主有这么空吗？还早上换电，中午换电，晚上换电？但是我想和大家说一下，之前不是工信部联合四部委发的这个关于智能网联汽车上路和准路的通行试点，对不对？蔚来也是入选第一批，说白了就是这个 L3 和 L4 这个上路和准路通行试点。那以后这个自动驾驶自己让车子去换电，这又不是一件不能想象的事情，可能也就明年后年的事儿，你们说是不是？这都是可预见的。当然了，这个就是从自身利益出发去考虑了。那我们反过来想一下，为什么未来还没有全面放开这个选项？实际上道理也很简单，我从3个方面去简单给大家说一下。第一个就是现在连这个正向换电的需求都没有满足，如果大家再来搞这个反向换电，那这个正向的人咋办，对不对？所以现在限制在这个2代站挺好的。哇，今天是6月30号，6月份的最后一天，觉得换电也换了这么多次了，反向换电。现在前面有3辆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反向换电还没有普及开来的原因。首先连满足这个正向的换电都还不够，但是我相信等到可能明年后年换电站多起来了，当这个正向换电的需求得到越来越被满足之后，那我们这个反向换电实际上它就自然而然。所以我给大家常做的是一期什么呢？就是技术上的这种展示，告诉大家这个反向换电实际上在技术上已经打通了，至于这个模式，这个商业模式怎么打通，这就是他们要去思考的事。所以这个现阶段就是优先去解决这个有无的问题，我觉得这是没有毛病的。那以后可能换电站多了呢，对不对？第二个就是现在2代换电站也好，这3代换电站也好，这个单次换电的折旧费用肯定还是很高的。我记得这个换电站单个建设成本呢在300万左右，那对应呢就是每次换电带来的这个折旧呢肯定是会相应很高。按照我这么多年在财务上的经验呢，就是这换电站的折旧肯定是基于这个年限，然后基于这个工作量，基于这么2个因素，对不对？那前面这几代的换电站成本高，所以这单次换电带来的折旧肯定也很高。那如果全面放开换电，那么正向还没满足，结果这个站就因为反向换电这么多了，提早折旧完了，等于又提早报废了嘛，对不对？这也是好理解，对不对？但是我想说啊，就是我上次不知道在哪里看到的哪一例的分享会上，就是说现在这个4代换电站成本只要150万呢，而且我相信这4代换电站的设计上的这个工作量肯定是比2代和3代工作量多很多的，所以我相信这个4代全生命周期啊，能提供的换电次数啊，肯定是更多。所以我有理由相信说4代站之后，这个反向换电肯定它就是排头兵了。那么明年的5代站也要来了，后年可能6代站要来了，那大家就拍脑门自己去想好了。第三个就是目前这个电池的循环寿命和日历寿命啊，的确还是不够的。如果等到这个下一代电池，比如这2个循环寿命和日历寿命都有再一次的大幅度提升，那么分摊到每一次这个正向也好反向也好这种换电上，那这个折旧费用肯定会相应的降低。这个呢还是得看未来，毕竟未来这个电池是可充可换可升级，对不对？这批老的可能现在的确寿命是不高。今年3月14号不是蔚来和宁德时代签署这个长寿命电池研发的战略协议，那以后这种长寿命电池就来了，那以后这单次换电的这个费用折旧循环次数更高了，日历寿命更久了，那这个以后来当做这个储能完全是没有任何问题啊，这实际上都是可以预见的。所以简而言之就是大方向已经定好了，反向换电作为这个电网融合这种先锋兵啊，那肯定是没得跑的。但是目前这个换电站数量不够，成本不低电池寿命呢有限，导致这个模式呢还没到全面放开的地步，这都是非常好理解，对不对？但是我想说就是假如等到全国可能明年后年有好几千个换电站了，电池的寿命呢也解决得七七八八了，那放开这个权限，就大家在屏幕上点一下反向换电，那推广这个模式就开始了，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到时候大家去看啊，如果是一个不能换电的车型啊，每天反向换电就能赚一杯咖啡钱，多少羡慕啊，对不对？实际上这不是什么天马行空的事儿，可能就明年后年的事儿。而且这个反向换电涉及的这个商业模式的可拓展性啊是非常高，大家呢就把这种理解为这种能源性质的银行，一个是存钱嘛，一个就是存电的，就是存一种能源。具体背后的商业逻辑就大家按照这个银行的商业逻辑去仔细想就行了，这里呢我就不具体展开了，因为这里面说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写在最后啊，就是实际上这1个月的反向换电对我来说呢也是有一点遗憾的，因为我的加充桩呢就是19年安装的，当时这个国家电网在整个小区的电表呢不多，所以我当时这个拉过来要100多米，
所以我现在给我自己车子充电的时候，这个充电桩的额定功率呢是7000瓦，但是实际最后的充电的功率就在5000瓦的上下，等于晚上补电就是0.3元一度电的时候，一共10个小时嘛，我顶多就能充50度左右，还充不满我这75度电，等于需要到8点钟之后，就是风电开始来之后还要再充一会儿，还得变相的就提高了我这个充电的成本，就是影响我赚钱了嘛，对不对？另外呢，这100多米这个线呢，的确带来就是损耗，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电阻和这个距离是有关系的。所以今天呢，我也收到国网发给我上个月我究竟充了多少电，就是1100度的电。但实际上呢，我是反向换电了860度电，然后呢，我自己开车也花了140度电，那差不多呢，实际花掉的呢是1000度电，那差不多就损耗呢有100度电，就是 10% 左右。所以大家如果能看到这里，我就推荐大家什么样的状态就最完美，就是家里呢尽可能就安装11千瓦的这个桩，然后尽量桩和表近一点，就不要像我100米，然后晚上呢就理论上可以充110度电，然后选择呢100度的电池，差不多就是每天可以反向90度电嘛，因为毕竟不可能每次都是完全空的那种电池。然后我给大家算一下，就我前面说的11积分1度电，那就不算汇率啊，不差不多能赚8毛钱1度电的这种获利空间，那每天差不多就是70几块钱，那么实际上一个月就是7乘30，就是2100块钱。11千瓦的桩，我看现在未来商城卖的价格呢是7800块钱，等于你4个月啊，就是你可以把它赚回来。你再不济呢，就和我偷懒一点，你1年呢肯定是可以赚回来的。那之后就是纯白嫖了，对不对？如果再狠一点，就是你心再大一点，就是上一个20千瓦的桩，给未来呢就是留一点余量。毕竟现在未来不是150度的电池也出来了吗？那你就充分利用晚上10个小时补电的时间，那么每天150度电这个反向换电，这个利差可以达到惊人的100块钱啊！这真的是很夸张。后面这个200度的电池也来了，以后300度电池也来了，那你这个想象空间有多少大，对不对？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条件就是你得先有一辆能换电的车型，如果你不能换电，就是妄图通过这个 V2G 这个插枪来反向赚钱，时间成本你担不起来。所以很明显就是看到这条路子呢是非换电走不通的。所以我们再一次把今天这个要素啊组合一下，就是说国家资源禀赋就是多煤少油缺气，为了确保这个国家能源安全，所以需要发展这个可再生资源。但是可再生资源的特点就是间歇性和不稳定性，对不对？所以呢又需要这个储能终端来做配套，而且之后这个可再生资源的供给的占比是越来越高的，所以日后需要更多这种储能终端来做支持。因为换电站本身呢又是具有这种储能站的这种特点，而且可以辐射周边好几百辆。我看看，我就单单在录视频就好多车在过来换电，对不对？是不是等于就是一举多得了？充分调动无形的手，就是让市场去做这种削峰填谷的工作，既改善了这个储能的紧张问题，也可以让老百姓都获得这个实际的利益，这真的是一件很好的事儿。而且还有一点我要真的多提一嘴啊，就是可再生资源那个电能供给的占比啊越来越大，这个波动性啊也越来越大，这个获利的空间啊也是越来越大。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这个事儿？这都是可预见性的。所以就单单为了今后这个反向换电的前景啊，你现在真的就要买一辆可换电的车子了。随着这个日后的影响越来越大，对应的收益啊肯定都是越来越大。OK，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不知道大家是否还满意这个换电以及反向换电的模式？毕竟这个里面可探讨和可开发的商业模式啊实在是太多了。欢迎大家点赞评论，觉得如果说的可以的话，也帮我去前面开头吆喝，那我就真的是感激不尽了。那我们下视频再见喽，拜拜。像我们最近我刚从欧洲回来，我们欧洲的一个换电站，丹麦的一个换电站，我们接入到欧洲的这个电网，去参与电网的这个调峰调频。我们这个换电站1年还能赚20多万欧元啊，效益还非常不错。所以它本身，它这个今天我们看智能电动汽车，它的变化是什么？它不是一个汽车的变化，它是能源行业会跟着巨大的改变，特别是我们向可持续发展的这个过程中，怎么样在能源互联网方面进行创新？从基础设施到云端的调度管理，到电网的及时响应，在这方面到底如何做创新？这里面的挑战巨大，但是机会也巨大。